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第150讲的读书会，时间过得很快，还没有满3年呢。我们读书会已经讲到第150讲了，那中间我们也没有中断过一次。那很感恩我们幕后的跨国团队呢，很用心的投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感恩所有线上的同修。大家精进不懈，透过读书会的因缘我们以情相牵，以法相会，让我们的政治正见呢不断往上提升，并升华成为生活的智慧。这个是我们读书会的主要目的。那政治正见可以让我们以正破邪也可以让我们在乱境中呢拨乱反正在烦恼重重跟层层关卡中呢杀出重围破茧而出脱困而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想学习的功夫那而功夫的养成呢跟我们所学的法门是息息相关那最就近的法门呢，就是直接走入人群去试炼接受人跟事的试炼这个法门叫做一乘真实法，也就是正言上人所说的天上天下以真理为尊以真实法为尊，以一乘真实微妙法为尊其实呢，这样子的思想是源自《法华经方便品》所说的妙全入一乘，入大乘为本。那入一乘跟入大乘才会有妙法产生为什么呢？因为一乘真实法跟大乘法门强调要走入人群，因为人群才是道理的中心那道场跟正法也不是在佛堂跟寺庙里面是在生活中跟人群里的所以只有在佛堂里才能够升起清净心，或者在寺庙里才能够升起恭敬心那离开佛堂跟寺庙之后呢，却打回原形了。那这样的法门还是不够究竟的那这个道理就跟静坐一样了不是刻意去找一个人烟稀少或者环境静谧的地方呢才能够静坐。真正要静坐，哪里都可以静坐，随时随地都可以静坐也就是说，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心在宁静的山泽里静中修10分，不如动中修1分这样才是真正的功夫我们每天修学佛法、闻法也好这些法是法门无量学不完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说学不完而不学，所以才说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嘛，不是吗？那学过之后要用在哪里呢？要在哪里印证呢？一句话告诉我们：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这个解释我们曾经也讲过一次了这个悉现在前，悉现在哪里这个前，悉现在前，这个前我们讲过，以前讲过，就是指人群所以入一乘跟入大乘的基本原则呢，就是入人群。因为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的啦，修不到东西的啦。那五浊恶世的人群，就是污泥人群就是污泥因为充满了众生的习气嘛。那没有污泥就开不出莲花菜园呢长不出莲花，陆地也长不出莲花。要开莲花，必须入污泥。那同理要道业增长，就是要入人群那其实广义的来讲街头啦、厨房啦、医院啦、学校、灾区、环保站、办公室等等，无处不到场，无处不是道场，因为都是充满了人群充满了人跟事的。而人群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值得我们学习的经藏
每一个人呢都有优点也有缺点，那别人的优点我们就欢喜赞叹嘛，那别人的缺点我们就自我警惕，那这样不管别人的优点或者缺点，都变成我们学习的老师嘛，这个就是无人不是法的道理呀。人群中无人不是法，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嘛。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这句话我们好像讲过好几次了要用到不同的地方。什么意思啊？看到别人不善、不好、不对的时候呢，要改。那是谁改啊？不是这个不善或不对的人改哦，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自己先改。那有人就会质疑喽，你有没有搞错啊？广东话叫做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没搞错哦，我没有搞错啊。跟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什么意思啊？见不贤内自省，不是叫这个不贤的人自己要反省的，而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人要借别人的不贤、不对、不好来反省自己。刚刚前面那句话一样的意思啦，叫做借别人的境来修自己的心呢，这叫做反观自照，反求诸己啦。这个是非常正向跟正念的思维哦。因为一般人呢，只要看到别人犯错或者看到别人的缺点，就会什么？就会批评了，就会指点嘛，甚至还发脾气啊。然而要批评别人之前，要先想想自己是否完美无缺。而如果生气，那更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这两句都是近似语的，都是强调佛法的最高精神哦。4个字：反观自照。反观自照对学佛的人来讲呢，是重中之重啊。反求诸己也是一样的意思啦。那我们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有一句话大家都朗朗上口叫做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望见水中天。6根清净方为道，退后原来是向前这句话大家都懂了那农夫拿着秧，只是低着头，把一把一把的秧呢插进田里面了。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心思很专注，插秧要很专注啊，他只是想着插秧嘛，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私心跟杂念不经意间呢，他看见水中，因为他头往那个水中看嘛，他看见水中，还有一片明净的蓝天哦，还漂浮着几朵亮丽的白云哦，在那个水里面呢。那平常都是忙碌于劳作啊，哪里有时间跟心思去抬头望一望头顶上那一片的天空呢？有什么云呢？今天因为要插秧，低下头了嘛，才发现水中另有一片天地啊，水中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就好像人要反观自照，才会自觉自悟，也才能让清净的本性呢显现出来。这个就是6根清净方为道的道理。一把青秧插进田里那人就要往后退一步嘛，对，插好往后退一步，往后退一步这样子嘛。那插到满田都是青青的秧苗的时候，前面都插满了嘛，一直往后退，全部都插满了嘛，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这样子后退，其实就是在向前的啦。其实呢，心无正信正念的人会因心中充满了负面、悲观、消极的思维，而难有正向、乐观、积极的进取心。所以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也是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要做的功课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起心动念都不离正法，也是一样的意思，叫做正思维嘛只要让正法呢充满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自然而然呢就没有
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的这种障碍就没有了啦。那什么是身着虚妄、坚受不舍呢？就是深深执着在虚妄不真的知见里面还固执的相信它而舍不掉，叫做身着虚妄，就做不舍。知道不对还坚持不舍弃，那结果呢，就让自己落入邪知邪见的丛林中知见也有丛林知见的丛林是什么？充满了什么杂草啦、荆棘啦、刺竹啦、乱木等等嘛。这个会让我们好像陷入困境跟险境一样迷失方向，很难出来，很难处理所以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也是正法入心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即使旁边有善知识的提醒却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或者心存定见而很容易造成排斥，对正法排斥，等到付出惨痛代价才学到经验那这样还算好付出代价有得到教训还好啦，最怕是怎么样付出惨痛代价之后还学不到经验，为什么？因为健忘，很容易忘记，造成懵懵懂懂啦、浑浑噩噩啦、醉生梦死啦，一直在错误中呢重蹈覆辙。这样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佛法拿他是没有办法。佛法虽然说不怕众生的烦恼重，再深重的烦恼呢，佛法都有办法化解。但佛法就是对这种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呢，没有办法。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嘛，无缘之人鸡同鸭讲频率不对，有听没有懂，所以这个就无缘那有一些人呢，已经接触正信佛法了却无法把他过去的定知定见或者妄知妄见的把它舍弃掉，造成了虽然是在学正信的佛法，但是成见依然很深定见依然难除那这样也是会影响正法的摄受。举个例讲嘛，就好像一边接受净水的洗涤一边却又遭受到污水的染浊，这样还是无法净化。也好像是什么，水源是干净的，但水管呢却是不干净，所以水源的水透过这个不干净的水管流出来的水还是不干净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啦所以才说接触正信佛法已经不容易的要以行动去破迷，这个更困难，因为还有根深蒂固的成见跟定见难除就是刚刚讲的坚受不可舍坚持受它不舍弃的意思举例来说，大家会更清楚。明明知道放烟火是排碳污染空气而且只是短短几分钟就要花费台币几千万明明知道是这样子，还是要享受一番。然后呢，几万人呢在现场挤来挤去然后在捷运里面呢挤来挤去。那佛陀说众生处于火灾而不自知所以放烟火本身也是一种火灾，烟火也要火对，也是一种火灾明明知道是很烧钱又很污染的活动呢，也是非办不可，不得不办这个也是一种身着虚妄，坚受不舍要大破大立去改革的话，老实讲，这个也是要有那种异于常人的那种决心才有办法好，那放天灯也是一样把烛火放在那个纸灯里面那个电灯嘛，对，放到那个里面有烛芯嘛，把它点燃嘛，然后让它什么升空飘到无法掌控的地方，那飞上去你不知道它要飞去哪里它就好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明明知道这个很危险不顾一切还是要享受一番，好美哦，好美哦，对，
这个天灯美其名是民俗文化了，其实每一个都是一个不定时炸弹。这个也是身着虚妄，坚守不舍，舍不掉。明明知道这不好，就是舍不掉。以前我在马来西亚也有举过营队、办营队嘛，里面也有萤火晚会啊，也是会有举行放天灯啊，在台湾传过去的啦。其实，在这个之前，我是孤陋寡闻，没体验过什么是放天灯的，没玩过。可是那一天晚上呢，一堆天灯哦，几百个人在现场。数十个，我看70、80个天灯，每一个里面都点燃了烛火，亮起来，晚上哦很漂亮，然后一起呢冉冉升上天空啊，很壮观是没有错啦。可是突然间哦，这是我在场的事情，突然间有一个啊要升又不升，不是往高处的天空飞啊，往低处的住宅区这样横飞过去啊，那大家都很关注，哎。这个失控的天灯要飞去哪里？大家很注意啊。结果呢，它还没有飞到住宅区哈，在住宅区之前的路边一棵马来西亚很多椰子树嘛，椰子树的树上呢卡住了，被那个树上面那个树叶卡住了。那接下来呢，那棵椰子树的顶端哦，熊熊烈火。那一次哈，哇，我吓到了，赶快开车跑到那个天灯的地方去看有没有影响到别人啊？那一次之后，大家都吓到啊！如果那一个天灯是掉在马来村呐、马来人的那个村子里面，他们房子都比较简单，都是木做，要不然就是有的屋顶甚至还铺那个椰子的那个叶子啊，那个茅草啊。如果掉在那个屋顶上面的话，那会是灾难一场哎！那一间屋子，甚至整排的屋子。是不是就是名副其实的火灾呢？现在回想起来，老实讲哦，心有余悸，非常恐怖。8年前，也就是2015年的6月啊，6月底吧，我记得晚上8点半，大家都知道，台湾的八仙乐园啊，在抽干的那个游泳池里面呢，举办什么？举办这个彩粉的派对，结果发生火灾了嘛。这个火灾啊，前后只有40秒而已哦，时间很短哦，只有40秒而已，烧40秒而已，却造成将近500个人呢烧烫伤啊。其中呢，这个烧烫面积80%以上的有40几个人，那烧烫面积在40到80之间的200多人呢，全部都是年轻人。那医疗费用有政府负担嘛，有全民健保负担嘛。那一年里面哈，政府为了这些人，这些受伤烫伤的这些年轻人呢，花了8亿台币啊，每一个人100多万呢，150几万呢。那这是一场大灾难啊！起火原因是工读生玩得很嗨啊，就把那个彩粉呢喷向舞台那个投射，那个投射都是那个是很热的啊，被灯泡引燃啊。那小范围的那个彩粉。本来是瞬间就被烧完就没有了嘛，但是偏偏工作人员拿2氧化碳的那个灭火器呢去灭火，喷出去啊，喷出去的那个气流反而让那个彩粉到处飞扬了，结果让零星的火头变成火海，那这个是造成重大伤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嘛？那这样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火灾呢？不是吗？对佛陀来讲我们都是居住在火灾里面而不自知的众生啊。我们的身心其实长期以来都被贪欲驱动着、驱使着，所以看不清自己所居住的世界，其实就是一栋火灾啦。也看不清呢，其实我们都住在一个大棺材里啊。天就是棺材盖嘛，地就是棺材底嘛。那中间呢，中间就充满了什么无常跟苦恼啊，死的就是在这个棺材里面啊。那佛陀以众生之父自居啊，用尽所有办法呢，就是要把我们从火灾里面呢，跟棺材里面救拔出来，把我们救出去啊，免于这个困境跟灾厄啊。这个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讲那个什么呢？火灾狱里面的讲，就是讲这些事情嘛。那佛陀讲的是心灵的火灾。
那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什么？是现象火灾，活生生的。两种火灾都非常可怕，一个是有形，一个是无形的。这些不同的地方所发生不同的事情，都是值得我们警惕跟学习的。地狱也是一样啊，对，你说死后的地狱跟活着的地狱也不是一样，还是一样的事情，一样的事情。所以处处是道场啊，这个就是处处是道场。那街头也是道场啊。前一阵子我们为土耳其跟叙利亚地震灾民走入街头募款，也是一种学习啊，可以看看众生相啊。那菜市场也是道场啊，妈妈带着孩子看见志工在为灾民募款，几乎每一个妈妈呢，都会把握这个机会教育的，钱包里面打开，给孩子一些零用钱，让孩子去投这个教育大家都会。主动给孩子零用钱投入爱心箱啊。那大部分的摊贩呢，你就跟他讲募款他也会和气生财，反正也是10元不嫌少嘛，1000元不嫌多啊，对不对？没有强迫嘛这种小钱大家都会都会慷慨解囊啦。那厨房也是道场啊，带着埋怨的心呢去烧饭煮菜啊，这些菜吃的不会消化，因为家人看你心不甘情不愿家人心情也不会很好啦。那怀着不好的心情去用餐，那自然是山珍海味也食之无味啊。相反的，带着感恩心欢喜心烧饭煮菜，家人看你煮得好愉快好快乐也会受感染而开心那心情好，即使你准备的是粗茶淡饭手艺也不是非常好，但是家人也会甘之如饴气氛的问题，心情的问题那厨房都是道场的，一个家更胜于此不是吗？没有经过修身齐家，那怎么可能到进一步的治国平天下呢？我们常常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如果我们懂得把佛法用在家庭生活中则父母慈祥，子孝孙贤兄友弟恭，彼此感恩尊重，最后也会难念能念而化干戈为玉帛化暴力为祥和变成家家有本幸福的经这个要有佛法才有办法。那医院更是道场里面充满着生老病死种种的无常意外让我们见识佛经所讲的什么观身不净，观受之苦更让我们有所警觉到医院去，我们已经有提过嘛，对你去太平间去这个急诊室去看看，去体会一下，会有所警觉了，会有无常观了提醒自己呢，宁愿没事的时候呢多运动，不要病后才来做复健，宁愿没事的时候来健检，不要有事的时候来不及因为预防胜于治疗，不是吗？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吗？对，话是很简单，但是要落实好像不容易。对，其实呢，心肌梗塞跟猝死也是可以预防的，只是看你有没有预防医学的观念就好像说，只会开车，却从来不保养维修，就会面对这个车子呢，随时会在路边呢故障抛锚的风险。你都没有去保养它，当然会那这个还算事小万一故障而发生车祸意外的话，那这个就很要命所以你说心肌梗塞跟猝死是不是这样子？这可以发现的，不是可以提前发现，那只要你健检就好了嘛。健检就是好像车子去检查一样的意思嘛。所以人体跟车体的道理还不都是一样？对，无处不到场，无人不是法，就是这个道理那学校更不用讲了，学校是教我们做人处事跟迈向文明的摇篮每个人的学习成长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嘛。总而言之所有跟生活有关的事情呢，都跟佛法有关而学习佛法的道场，不是在佛堂跟寺庙里面
刚刚讲无处不道场，到处都是，也无人不是法。简单讲就是什么？佛法生活化。换言之啦，所学佛法如果无法用在日常生活中，这样所学的佛法价值是零。相反的，所学佛法能够全然跟生活结合，处处充满了佛法，还可以把它妙用，碰到困境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妙用来化解这个困境，这个用得上就是佛法最高的价值啦。那刚刚我们讲火灾，其实火灾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经中有说了三界火灾唯有一门，这个一门指的就是什么？就是心门呐。所以这个心门大，烦恼就小；心门如果小，烦恼就大。所以想要出离火灾的大门，火灾也有它的大门啊，对不对？要出离火灾要先出这个大门啊，要出离火灾的大门就不能头小身大。那头小身大即使头过了，身也不一定过不了，身也不一定过得了，因为身太大了嘛，卡住了嘛。这个身大是指什么？就是指烦恼大的意思的。烦恼大过发心，烦恼啦，烦恼大过你的发心呢，也是叫做身大头小啦。这样头过了，身也是过不了，因为身体卡住了，身体太大，烦恼太多的意思啦。这样还是无法处理火灾啊！要头大身小，头大身小，也就是发心很大，烦恼很小，这样头过身才会过了，这样很有道理嘛。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头过身就过这句话也是要看情形来讲还是要看，也是要看对象来讲不能一概而论是因人而异啊。有一位禅师呢，被学生问到了，他说：“师父，狗有没有佛性？”问禅师啊，禅师说有。可是另外一个学生也同样问这个禅师狗有没有佛性这禅师说没有。那这样到底是有还没有不同的人问，那答案都是一个有一个没有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为什么？法无定法，法本无法，会因人而异这个很奥妙因为呢，教法不只是一种观念、资讯、思想或者理念而已法是一种度众的工具必须善巧方便使用。这个以前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必须善巧方便的去使用，才能帮助听法者去除障碍，解脱烦恼当说法者能够深观提问者的心理状态跟根基的深浅，他可能会回答狗有佛性，因为这个答案对这个提问者有益。但他也可能对另外一个学生说狗没有佛性，因为讲没有会对这个学生呢有好处。这个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学佛不能执着有，也不能执着没有，空有两相，不着两边，空而不空，有而非有，这就是妙有真空，真空妙有的道理嘛。其实这个理念我们在我们的读书里面经常有提到了那如来说做善事有功德，那是真实的；如果说行善没有功德，那也是真实的那差别就在于哪里离相还是着相无所求就有功德，有所求就没有功德了。同样的道理为善一定最乐吗？我们不是讲为善最乐吗？对，那为善一定会最乐吗？做志工不是很快乐吗？一定会快乐吗？说会也对了，说不会也对了，要看情形看什么情形关键就是在于你是离相还是着相你行善的时候是离相还是着相？你做志工的时候有没有常常我相很重事相很重色相很重
这个很着相啊，所以你是离相还是着相？关键在这里嘛。离相布施得清净福报，这个会带来喜悦。相反的呢，着相布施会得到有漏的功德，有功德但是有漏，不圆满、不究竟啊，这个会带来烦恼。关键在于离相还是着相这两个。不过要注意一点啊，离相不是叫你不要相啊，而是不着相。相一定会有，你不着相而已啦。其实这也就是我们讲什么三轮体空的道理啦。对，布施的人、被布施的人、布施的东西都是相嘛，一定会有这个相。但是我们不着这样的相，三轮体空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啊。那还有一种道理呢，我们也是要很清楚，不是你说啊，我发心立愿啊，我要当不请之师。你就可以顺利去承担很多工作，或一路顺风哦，不一定哦，还是要通过考试才知道你的实力啊，要经得起考验的意思的啊，跟磨练也是一样嘛，甚至要看因缘是否成熟啊。你虽然发大心立大愿，你还要看因缘是否成熟，因缘不成熟，即使你发大心立大愿或主动要当不请之师啊，也是做不了事情啊。巧妇难为无米炊，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因缘也是很重要，这个叫做助缘，助一臂之力的意思啦。有因无缘还是无法成就事情啊。有因还要有缘，才能因缘和合产生果报。所以有果必有其因嘛。那成功的道理也是一样，要成功的果，就要先造成功的因。那什么是成功的因呢？成功不在于你赢过多少人呢，而在于你跟多少人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在于你帮过多少人，在于哪些地方你去过哪些地方付出过。你跟别人分享的越多，帮过的人越多，付出奉献的地方越广，所结的善缘就会越多。那你成功的机会就越大啊！这个叫做广结众生缘，命中多贵人呐。学佛就需要建立这样子的信根呐。慈济志工为什么一直把握机会，这里付出那里付出，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还做得这么欢喜？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信念呐。同理啊，一个人有多笨也不是很重要啦，没关系。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聪明在哪里，因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嘛，别人不用，我们自己用，肥水不落外人田，不是吗？对不对？别人被我们不重用，我们就自己重用自己啊。上次也提过这个嘛，对，因为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贵人嘛。关键就在于什么？自信，有自信才会产生智力啊，力量的力啊。正信跟正念才会产生正能量啊，也就是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啊。这句话，信根就是道业跟力量的泉源呐。信根强啊，自然就会产生力量；信根弱，对自己所修的法门常常失去信心，甚至还产生质疑啊。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哦。对自己所修的法门没有信心，这个很麻烦哦。你都不相信，之后掉进水里面，身体可以浮起来，还在那边手乱挥的，更往下沉沦啊，一样的道理啊。不是所有的花都适于肥沃的土壤哦，沙漠就是仙人掌的乐园呐。也不是所有的花都适合栽种在烂泥里面呐，污泥就是莲花的家园呐。所以人生很多的成败，不在于环境的优劣哦。而在于你是否能培养正知正见，并以正确的知见去定位自己的人生方向，并选对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专长。10年前也就是2013年我去菲律宾那个海燕风灾，各位知道那是一个大灾难嘛？那莱特省的那个独鲁湾是一个重灾区啊。那一位经营超商的这个华人
因为风灾过后哦，他的货物放在仓库里面呢，被那个灾民哦破门哦，把门打破，抢夺货物哦，这个华商的心里非常的愤恨呐，心里很不平衡呐。那时候我们在那边救灾嘛哈，那他就认为说，同样是华人的这个慈济，你应该先帮助我们这些受害的华商才对啊，你怎么去帮助那些那个菲律宾的人呢？那我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呢，我就拿当年呢慈济在印尼发生种族暴动的时候呢，证言上呢明确告诉印尼几位的大企业家呢，说这不是种族暴动，因为他们认为是种族暴动啊，印尼人呢欺负华人啊，抢华人的工厂啊什么啊，他们认为是种族暴动。证言上说不是，这个是长期贫富不均所造成的反商情节。尤其你这么少比例的华人掌控这么多人群的这个的利益啊，全部操纵到华人手里啊，当然他们看了会不舒服啊。所以上人说，化解之道就是要以爱之恨。你们过去这贫富太不均的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以爱之恨，你不能恨他，其来有自啊。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在印尼的时候，证言上人就下达了五管齐下，五个救灾方向同时进行。第一个，免费义诊；第二个，对军警及民众物资发放，还先发给军警，然后军警也是受灾，也是受害的啊。对军警跟民众发放物资。第三个，清扫暴动后的街道，乱七八糟的，我们来找啊。第四个，清理塞满垃圾的红溪河，印尼的雅加达市区有一条河嘛，那条河是非常的脏，垃圾很多，就帮他清理。第五个，盖永久屋给数千户的这个贫户居住在这个河边的人呢，垃圾都丢河里面，在那边洗澡，在那边大小号，全部这样子，把这些河两边的人全部搬到外面去。选一个地方盖永久屋给他们住啊，这个叫做五管齐下了啊，以实际行动来回馈社会，利益人群呢，借此来广结善缘呢，才能够以爱之恨呐。那我就把这个故事啊，就跟那个华商分享嘛。所以现在印尼是华人跟印尼回教徒和睦相处的安邦定国，这个是证言上人救灾的智慧嘛啊。那后来我跟他讲，他心里比较坦然一点了，我还跟这个华商分享一个故事，不是远在印尼的地方，而是他们自己灾区里面的一个故事啊。同样也是一个来自中国，也是经营超商的华商啊。这个华商呢，他眼见飓风夹带着豪雨，海水倒灌进来啊，他说他的工厂也是，他的仓库也是淹水啊。那这位华商是这样子想哦，他说，与其让洪水淹没我这些物品，不如我打开仓库的大门，让左右邻舍这些灾民进来里面各取所需，你们尽量拿光为止。那甚至慈济在救灾的时候呢，他也出来协助慈济啊。那证言上人对这个事情就开始怎么说呢？上人说，灾后所有的商店关门，生活物资极度的匮乏，饥饿的灾民，所以要抢夺生活物资也是情不得已嘛。他如果有，他干嘛抢？他说是没有啊。那我们这个时候也是要给予善解跟同理。同样是两个华商啊，一个是被抢光了，一个是发放光了啊，一个是心生愤恨，一个是心系灾民的，两个人的货物最后都没了。但心境跟意义截然不同啊，关键就在于一个信念之间呢，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啊，我们的处境好像很危险呢，其实不是外境很危险的，是我们的心态很危险，自己才是最危险的人呢。信念崩溃就是说信念崩溃就是人生最危险的事情，信心崩溃也是一样啊，信心跟信念一旦崩溃，无法主宰自己的无所适从啊，六神无主啊，甚至为什么怨天尤人、怨东怨西的就
就像刚刚那位货物被抢的划伤一样啊。信念的坚强与否，或转进的能力强弱与否，是要看身心透过人与事的淬炼的，可不可以经过人与事的淬炼呢？而且要日积月累呢，才会有所得啊！不是靠拿个枪或吹口哨就可以壮胆啊，对不对？那态度散漫也是一种危险啊！态度散漫会让自己随时陷入危机之中而不自知啊！昏沉跟散乱也是一样，一种心魔一样啊！这个心魔会扰乱我们，障碍我们，阻止我们的成长，阻止我们接近佛道。所以我们只能靠正法来降服食魔君呐！啊，我们可以从电视里面、地理频道里面看到嘛，对啊，那些很容易被狮子跟花豹吃掉的那个羚羊或牛只啊，大多数什么离开群体、离开族群啊，心态散漫，没有警戒能力，身体又很孱弱，没有警觉性的落单者。所以危机是自己先造这样的因呢，才会招致陷入困境的果嘛。这个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哦，告诉动物也是一样，人也是一样哦。修行不能离群独居啊，或当治疗汉啊，常常把自己关起来自闭啊，个性孤僻啊，这样不行，要走入人群才有办法。弥勒佛也是修到智慧第一啊。但释迦牟尼佛呢，比弥勒佛呢早成佛，关键就在于说，释迦牟尼佛呢，他具足众生缘啊，因为投入人群啊，兼利他人啊，道理在此啊，这叫成佛之道嘛。凡夫很容易迷在假象中了，迷得久了呢，造成了认贼为父，以假当真啊。我们以前讲到的执妄为真嘛，以为是实在的。其实它是虚妄的，所以学佛如果可以一切不着相，刚刚讲不着相离相啊，不分别，一切随缘，什么环境都自在，哪个地方都可以静坐，哪个地方都可以修行，到哪里都是随境而安，随缘自在了。这样子的话呢，邪魔就拿我们没办法了，他拿我们没办法，因为法强则魔弱。法弱则魔强，所以正言上人殷切提醒我们要走入人群，广结众生缘，并从中入法。一旦入法有成，自然就能以正破邪，以觉破迷啊，一切烦恼悉消除啊。好，我们今晚这个无处不到场，无人不是法。好，我们拉拉杂杂的串东串西讲了一大堆啊，希望大家都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好，我们感恩大家的参与啊，我们祝福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